从2015年开始拍摄，不可抗力对我们生活的中断，像洪水、地震、疾病等等。近几年呢，就关注极端气候对不同群体的生活的影响。从2019年开始呢，慢慢的就感觉越来越热。21年赶上了郑州722洪水的后面几天，看见整个城市仍然是被淤泥给覆盖着。从来没想过郑州会跟洪水发生关系，因为北方的城市呢，极少会遇到特别大的暴雨。当时就觉得气候已经有特别明显的变化了。2022年，成都的限电，接近1个月的干旱，让发电变得非常困难。太古里、春熙路平常都亮着的半空的大屏幕，在那个时刻都是黑色的，只有半空中悬挂着的黑色的色块，像黑洞一样。人也好，植物也好，在那一年的夏天都不太熬得住。街道上面的树叶都是枯黄色的，在路上看到一些果园，它们的柑橘都被晒黑了。23年涿州的洪水冲毁了一个新装修的涮羊肉火锅店，走到那个火锅店里面，印象最强烈的就是气味，土腥味、食材坏的味道掺杂在一起。因为洪水来了之后就断电，冰箱里面的那些肉类都坏掉了。当时通知洪水要来的时候，人跑了，但是屋里面任何的设施也不可能带走的。一夜之间，将近几十万的损失就没了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拍摄的全都是生活空间承载的生活痕迹，以及灾难留下的痕迹。然后到了不寻常的夏天的时候，我会更多的加入具体的个体，作为气候变化的这种灾害的承载体，面对这些被中断生活时，他们的生活如何重启。在成都最热的那些时候呢，地铁会专门划分出一块区域给居民乘凉避暑用。像基础设施没有这么发达的城市，桥下是个很好的避暑的地方。有人在吹那个萨克斯、练拳、打太极，有母亲带着孩子在做作业。像内江，大家都在防空洞里面避暑。吃完饭之后，带着自己的椅子或者就是凉席，带到防空洞里面去，准备待1个下午。做鞋店的大姐，有打牌的，也有弹吉他、看书的人。本来私密的生活，在一个公共的空间里面聚集起来，让我觉得又无奈，然后又挺新鲜的。24年洞庭湖团州院的决堤，第一道堤坝决堤了之后呢，湖水倒灌进去，淹到只剩下一个屋顶露在水面上。我就站在第2道堤坝去看那个场景，平静的湖面，屋顶和屋顶的倒影，树木和树木的倒影。还是有受灾的人回到堤坝上去看他们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，遇到个大哥，他就指着他面前的房子跟我说：“来看，这就是我的房子，现在就剩下一个屋顶了。”我说：“那后面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走一步看一步，反正现在人活着，东西大部分抢救出来了。”这样的气候状态下呢，人大概要学会跟自己和解，别跟气候较劲。随着长期的拍摄，自己会被当地的人给治愈到。现实层面上来说，人很无力，只能等待政府的赔偿，等待自己的房子装修好，等待就是说合适的耕种机会。但是呢，从精神层面上来说，他们又很坚韧，迫不及待的让这个生活进行恢复和重启。雅江呢，我去年去了4次，看那个被山火烧毁的山谷怎么样复苏。去年10月份去的时候，已经看见烧黑的土地上面已经开始长新的植物。今年山谷里的居民跟我说，山坡上已经开始人工种了些树。当灾难来临的时候，没有放过水，但是这些不同的群体就会告诉我们，要想尽办法让这个生活继续下去。
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，要进行一些抗争。